深度突袭俄核心机场，俄高将神秘身亡，乌反击逼近克里姆林宫。美核武重返英国，欧洲全力备战。乌军史上最大空降行动，重创俄军精锐高层。顿巴斯战线迎来关键反攻拐点。高加索巨变，俄阿关系濒临破裂，俄罗斯边境正在崩塌。以色列空袭胡塞武装，红海硝烟再起，伊朗总统遭政变指控。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战争的节奏正在悄然转变。过去的宁静夜晚，如今被频繁的空袭警报与爆炸声取代。7月20日凌晨，乌克兰大规模发动无人机攻势，超100架无人机越过俄军多层防空网，近20架深入莫斯科市区，导致弗努科沃、多莫捷多沃和茹科夫斯基3大机场全面停运，航班取消。此次空袭中，安格斯特雷姆股份公司，俄罗斯重要的半导体与微处理器制造厂被列为打击目标，显示乌克兰已将俄核心工业设施纳入打击清单。随着乌克兰持续加大无人机攻势，俄罗斯首都的多个核心区域正陷入持续性的空袭危机。7月21日晚间，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披露，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再度因无人机威胁被迫关闭。令人讽刺的是，这距离俄方刚刚宣布解除空袭警报，准备恢复运营还不到几个小时。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弗努科沃机场，该机场距莫斯科市中心仅19公里，旅客滞留超过24小时的现象屡见不鲜。7月20日，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总司令希尔斯基汇报了远程打击的频率和效果，并强调俄军后勤将因战争延长而遭受重大损失。他透露，乌克兰将签署更多生产合同，扩大国产远程无人机产量，计划在6个月内将国产武器比例从 40% 提升至 50%。 泽连斯基强调，我们必须增强能力，把战争推回俄罗斯领土，回到战争的源头。他还指出，除非俄罗斯承受巨大痛苦和损失，否则不会认识到自己无法获胜，并选择停火。接下来的2个月，双方对攻将进一步升级，俄军当初对乌克兰的肆虐也将迎来更为强烈的反击。这场战争已远非俄方能随意结束。与此同时，7月20日，罗斯托夫地区的卡梅诺尼车站遭遇乌克兰无人机突袭，引发大火。诺尔报告发布的现场画面显示，火势迅速蔓延，火球冲天，浓烟滚滚，伴随剧烈爆炸声。卡梅诺尼车站作为罗斯托夫地区关键的货运枢纽，长期承担着大量货物的接收和发运任务，尤其是俄军的重要后勤转运站。此次火灾给车站及周边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导致超过100列火车被延误。俄方方面则称，事故系无人机残骸撞击铁路导致。乌克兰无人机不仅扰乱交通，还精准打击了俄罗斯的重要军工和高科技设施。位于泽列诺格勒市的 JSC Enstream 公司爆炸起火，卫星图像显示多处明显火点，浓烟直冲天际。该公司是俄罗斯半导体产业的核心企业之一，承担着微处理器和控制晶圆的研发任务，并为俄军提供关键电子元件，是俄罗斯科技战力的象征。此次袭击被认为是对俄罗斯战略后方能力的直接削弱，或将对俄军未来的电子装备与导弹控制系统带来严重影响。另外，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杰尔任斯克附近，一辆运输危险化学品的火车发生爆炸。杰尔任斯克是该州的重要化工中心，人口约120万，爆炸地点距离市中心约40公里。现场视频显示，
消防人员身穿防护服紧急救援，彰显事故危险性。当地居民透露，爆炸的列车载有俄军军工所需化学物资。值得关注的是，莫斯科再次传出俄军高级将领去世的消息，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据接近克里姆林宫的媒体 MASH 报道，俄罗斯第7山地空降师师长亚历山大·科尔涅夫上将在7月19日前后于其公寓中去世。官方公布的死因是心力衰竭，但也有传闻称其可能是因为中毒，甚至被乌克兰特工暗杀。对此，莫斯科方面尚未做出正式回应，但科尔涅夫确实在乌军的追踪名单上，因为基辅曾指控第7空降师在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犯下战争罪行。随着俄乌战争持续升级，欧洲各国不仅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援，还悄然加强自身的战略打击能力。日前，英国20年来首次部署美国核武器，引发国际高度关注。据路透社报道，美国 B-61 之12型热核重力炸弹已从新墨西哥州科特兰空军基地运抵英国，并存放于莱肯西斯空军基地的核储存设施中。该基地位于英国萨福克郡，长期由美国驻守，现为美空军在英国最大的空军前哨。B-61 之12是北约主力部署的战术核武之一，可由 F-35、台风、阵风等多种战机挂载投放，单枚当量高达30万吨。分析普遍认为，美此举是在回应俄方频繁释放的核威胁信号，展示其对核对抗的快速反制能力。目前 B-61 系列核弹已分别部署于英国、德国、比利时、土耳其、荷兰、意大利等6个北约国家，共150枚。外界认为，部署核弹的背后是对俄乌冲突可能外溢的深度警觉。当前局势已促使英国与德国联手加速武器支持计划。英国甚至表示，将在未来50天内以最快速度为乌克兰补充防空弹药和火炮系统，合计金额超过 1.7 亿欧元。而英国自身的军备计划也进入关键阶段。据《每日电讯报》披露，英国、日本与意大利正联合开发第6代隐形战斗机暴风 Tempest。该战机具备远程打击、深度渗透能力，可搭载精确制导武器，具备从本土起飞直达俄境腹地打击目标的能力，且无需空中加油。这种设计显然是为应对未来可能与俄罗斯爆发的大规模冲突所做准备。同时，欧洲国家之间的防务协作也日益紧密。英国与德国、法国签署新一轮军事互助协议，不仅在远程导弹、战斗机研发方面展开合作，甚至纳入核威慑机制与对乌克兰的持续支持条款。欧盟的重新武器计划也正在加速推进，一个总额高达8000亿欧元的战略项目正逐步落实。核心目标很明确，提升欧洲的独立防务能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捷克方面也展开了送给普京的礼物众筹项目，短时间内募集到240万欧元，用于采购6门 D30 榴弹炮和500架配备弹药的攻击无人机。更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虽高调施压盟友提升军费支出，但并未真正放弃北约体系。相反，欧洲在特朗普的威逼下正在觉醒，并试图在危机中建立自身的战略主动权。从美国核武器重返英国，到暴风战机的远程渗透构想，再到英法德多边安全架构的深化，一系列迹象表明，欧洲正在为可能与俄罗斯爆发的直接冲突做全面准备。如果说过去欧洲安全严重依赖美国，那么现在的欧洲正在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北约。这不仅是对俄威胁的回应，更是一场政治与战略主导权的再分配。乌克兰不会被抛弃，这是欧盟多次强调的立场。在对俄防线建构完备之前，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松动，援助已延长至2034年，几乎等同于一场持久战的预算安排。另外，澳大利亚援助乌克兰的49辆退役美制 M1A1 主战坦克中，
已有40辆抵达乌克兰。这批车虽然未曾上过战场，但因保养良好，状态接近新车，其性能对抗俄军现役 T-72 和 T-64 坦克毫不逊色。与此同时，乌克兰领土发展部宣布，世界银行追加提供的 1.16 亿美元紧急援助已到账，用于修复战区受损的供暖、电力和关键基础设施。日前，沿着乌克兰东部前线，白天俄军与乌克兰防御部队爆发了激烈交火。基辅总参谋部在官方 Facebook 发布消息称，不同战区共报告了122起俄军袭击事件，其中部分袭击得到了俄炮兵和空军的协同支持。在这些空袭行动中，俄军投下了71枚定向滑翔炸弹，猛烈攻击乌方阵地。据多家国际媒体报道，当地时间7月20日，乌克兰军队展开一场高度机动的战术突袭，由第7空降军新编的第25空中突击旅下辖一个加强营，首次空降至顿涅茨克俄军后方。此次行动对俄军正面部队形成夹击，并成功切断俄第8近卫集团军第150师的3条关键后勤补给线。此役不仅在战术上重创俄军，更在战略层面标志着乌军已取得前线大部分地区的制空权，为未来大规模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据悉，俄军的进攻重心依旧锁定在顿涅茨克地区西部的战略要地波克罗夫斯克。乌克兰军方透露，俄军从多个方向对该市发动了36次猛烈攻击。乌克兰某旅发言人在现场报告中表示，新帕布利夫卡地区的俄军每天都遭受重大伤亡，尽管如此，俄军仍在不断增兵，并快速恢复战斗力。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ISW 指出，乌克兰军队近期夺回了波克罗夫斯克东北部的一处阵地，卫星图像显示乌军正向尼古拉耶夫卡定居点北部推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谢尔斯基表示，俄军目前主要集中兵力进攻波克罗夫斯克和新帕弗利夫卡方向，采用小股部队反复试图夺取波克罗夫斯克。但据谢尔斯基透露，尽管俄军施压增大，乌军依然坚守阵地，未让敌军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托列茨克北部，乌克兰国民卫队正在与俄军进行激烈巷战。森林地带内，一支俄军突击队疑似遭到伏击，全员覆灭。而在科斯蒂扬基诺夫卡方向，一支隶属于俄第20联合集团军的排级部队拒绝执行无支援强攻命令，甚至击毙排长后集体投降乌军，震动俄军内部。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在南部战场发起新一轮攻击，米格29战机投掷 GBU-62 制导炸弹，袭击俄军前线基地。爆炸引发多起火光和蘑菇云，俄军弹药库被摧毁，装备和物资大量燃烧。乌军无人机部队也击毁了一门俄军 MSTAS 自行火炮。随着乌军无人机攻击不断升级，扎波罗热地区已开始在街头布设防护网，但外界对其防护效果存疑，尤其是无人机残骸仍频频引发火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听取了总司令瑟尔斯基关于扎波罗热和南部战况的汇报，双方计划继续打击俄军后勤系统。扎波罗热战局趋于稳定，乌南部部队已展开反击，部分失地被收复。在扎波罗热前线，乌克兰第128旅夺回卡缅斯克村西部地区，此地或成为新一轮反攻的起点。与此同时，乌军在赫尔松方向同步施压，形成两翼夹击之势。另外，据乌克兰总参确认，苏梅方向的金德拉基夫卡地区已被乌军成功收复，并与此前解放的安德烈夫卡地区形成战术连接，乌军正持续向北推进。此举基本削弱了俄军在苏梅方向的战略优势。在俄乌边境的库尔斯克地区，乌克兰第33突击团成功俘虏5名俄军士兵，并在视频中呼吁用他们交换亚速钢铁厂被俘的乌军战士，舆论关注度持续升高。更为罕见的是，乌克兰军方被爆出实施史上最大规模的空降行动。一支来自第25空降突击旅的营级部队深入敌后，
任务一为破坏俄军补给线，具体地点暂未公开。还有消息指出，一架乌克兰 F-16战机于7月20日飞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境内，精准摧毁了里尔斯克市的俄太平洋舰队第40海军陆战旅指挥部，造成副旅长亚历山大·达尼洛夫上校阵亡，多名军官伤亡。年仅28岁的达尼洛夫曾被誉为俄军天才青年军官，战功赫赫，屡次受勋。此次指挥部被摧毁，意味着俄海军陆战部队在苏梅方向的核心战力遭受重大打击。目前，俄海军陆战旅共5支，其中太平洋舰队第155、第40旅、黑海舰队810旅、波罗的海第336旅和北方舰队第61旅均有部队在乌俄边境活动。而3大主力旅的高级指挥官近乎全数被斩首，俄军战线稳定性面临严峻考验。被称为俄罗斯军神的退役军官斯特列科夫发表预警，乌军正在有意引导俄军反复攻打坚固防线，以耗尽其攻势潜力，并已在后方储备大量兵力，准备在关键时刻发起全面反攻。他特别指出，乌克兰目前战略主动性更强，其依靠科技与战术精细化部署，正在逐步掌控局势。2025年7月，高加索的地缘格局再次动荡，而这一次不是因为战争爆发，而是因为俄罗斯的影响力正在塌陷。曾经是高加索为后院的俄罗斯，如今却被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然一道慢慢的排挤出局。3年多的俄乌战争不仅没能让俄罗斯重拾帝国荣光，反而揭开了莫斯科无力维系传统势力范围的现实。7月19日，亚塞拜然总统阿利耶夫向乌克兰发出高调支持，公开呼吁永不接受占领，永不放弃主权。不仅如此，亚塞拜然还承诺将就2024年俄罗斯击落雷萨奥尼航客机一事，在国际法庭上起诉莫斯科。在言辞中，阿利耶夫罕见的直接点名批评普京，这是亚塞拜然与俄罗斯建交以来最强烈的一次外交反击，也标志着俄阿关系急剧恶化。更令外界意外的是，过去交战多年的亚美尼亚与亚塞拜然近期竟然加速和解进程。两国不仅签署了政治、边境及能源合作协议，更与土耳其一道推动赞格祖尔走廊项目，打通中亚至欧洲的战略通道。这条新通道的意义不仅是经济，它象指着一种彻底的去俄化，俄罗斯被完全绕开。高加索从通道到控制权正在远离莫斯科的手掌。面对高加索的剧烈变化，俄罗斯当然不甘心。无论是暗中干预亚美尼亚政局，还是在边境地区抓捕亚塞拜然公民，莫斯科都试图以传统的干预手段维稳。然而，如今的俄罗斯已经无力进行新一轮特别军事行动，维和部队被乌克兰战事严重拖垮，人力难以调动，外交影响力急剧下降。连亚美尼亚也开始主动寻求脱俄。土耳其作为北约国家强势介入高加索事务，令俄罗斯投鼠忌器。更甚者，俄罗斯在2024年试图误导乌克兰击落民航机的舆论操作彻底失败，不仅未能挑起区域对抗，反而激怒了本应中立的亚塞拜然。从地理上看，亚塞拜然、亚美尼亚、土耳其、欧洲，再加上中亚资源通道的接入，这条欧亚能源新线直接绕开俄罗斯，对俄的地缘与经济利益形成极大冲击。不仅阿亚两国，乔治亚也蠢蠢欲动，有意加强与西方接轨，参与新联盟。高加索正在形成一个事实上的反俄同盟，虽然没有正式宣布，但行动已经说明一切。在这场外交博弈中，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于7月21日公开发言，称亚塞拜然尊重俄罗斯人民，这对我们非常重要。虽然面临困难，我们相信双方关系仍有坚实基础。这段声明相较于过去俄罗斯的强硬姿态，可谓前所未有的低姿态。它不再是命令，而是请求；不再是掌控，而是挽留。莫斯科早已意识到，多一个敌人，国家就会倒得更快。另外，俄罗斯周边的小兄弟们都在重新审视对俄关系。波罗的海3国早已坚定亲西方路线，瑞典、芬兰打破中立加入北约，
使俄罗斯北线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摩尔多瓦与欧盟互动密切，警觉自身可能成为下一个乌克兰。乔治亚亦不断释放加入北约信号，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则在能源与贸易上悄悄去俄，自己闷声发财。如今，即便这些国家出现对俄不友好行为，克里姆林宫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昔日老大哥的强硬早已不复存在。俄乌战争原意是通过军事手段带回乌克兰，结果却使其永久脱离。更严重的是，俄罗斯付出了战略反噬的代价，几乎所有周边国家加速西向，地缘联盟体系瓦解，国际舆论持续恶化，军事、经济资源疲于奔命，与中东、中亚、非洲多方影响力显著下降。2025年7月21日，尽管以色列与叙利亚达成了暂时性停火协议，但军事行动未现停止。当天，以色列战机突然对也门荷台达港发动大规模空袭，目标直指胡塞武装大本营。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军出动多架战机对胡塞基地展开猛烈打击，造成红海上空浓烟滚滚。自7月7日起，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6枚弹道导弹及10余架无人机，虽未造成重大损失，但以色列防长卡茨强硬表示，将让胡塞付出沉重代价。局势升温不止于此，加沙地带的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也可能成为以军下一波打击对象。内塔尼亚胡政府已明确表态，不会就此止手。与此同时，伊朗内部政局出现震荡，声称曾在战争中遭以色列暗杀未遂的总统马苏德·佩泽西奇扬正面临强硬派国会议员的激烈指控，逾30名议员要求其下台，理由是其企图对哈梅内伊发动政变。议员佐赫雷万德声称，佩泽西奇扬政府正图谋引导伊朗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无异于背叛伊斯兰革命。他警告称，总统的行动将终结革命，瓦解现政权。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伊朗权力内部的一场剧烈斗争，显示出神权与民选机构间潜在矛盾。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总统仅为神权体制中的一环，无法决定外交大政，无论是否改革派，其立场仍受制于哈梅内伊。此次指控背后更可能是强硬派借机整肃，重新洗牌政治权力。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